白老师啊，您在看病例的手术视频呢，您能给我介绍几个学习的网站吗？让你把教科书从头看一遍，看完了吗？还没看完呢。白哲啊，现在高傲冷酷、特立独行范儿玩的最好的是萧燕，我劝你还是趁早换个人设吧。哎，你还不信？哎，我问你，你和唐画还有那帮小护士，是不是都觉得萧燕挺神秘、挺冷酷的？肖医生确实挺神秘的，我们都觉得他就是个谜。你看看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那你跟我说说，萧燕都有哪些地方让你觉得神秘啊？他第一次来急诊的时候，穿的就跟那个电影里那女骑士似的，平时上门问诊的时候，又很白衣天使，就跟两个人。患者小区散步的时候晕倒，现在意识已经恢复，其他生命体征平稳。奶奶，您叫什么名字啊？夏清韵，您今年多大了85岁。85。说是有2个病人啊。其实只有一个病人，我为了扶他腰扭了一下，我没事。哎，慢一点，你小心一点，注意头的位置。他刚才摔倒的时候，磕到头了。哎呀，佩海，别瞎捣乱，让人家医生专心工作。奶奶，爷爷提醒的没错，是要小心一点。您现在头还晕吗？不晕，就是没劲。行，我帮您检查一下啊。医生，我在车上检查过了，他目前没有问题。他以前是医生，爱逞能，你们见谅啊。来，奶奶，您握我的手。我总觉得右手抬不起来。右上肢肌力减退。你们还是给我老头子检查一下。刚才他为了扶住我，自己摔倒了，都在台阶上摔倒了，还不敢松开我的手。这样吧，一会儿我带您去检查一下。我这个没事的。他刚才昏迷了1分半钟以后啊，才苏醒的。你们给他拍个脑部 CT 啊。您是专业的。我以前是心外科医生。又开始吹牛了，谁问你了？别指手画脚的，这是医院，咱们到这儿了，就好好听医生的话，好好配合啊。小伙子，哎，赶紧给我老头子查一下他的腰。啊，您放心。哎，爷爷，这样您跟我去一下诊室，我帮您看一下。不用了吧，不，没事没事。那医生啊，你要给他做心电图啊，再化验一下心肌酶，啊。好嘞，拜托了啊。您放心吧。灵芝，给奶奶拍一个头颅 CT。嗯，好。刚才听奶奶叫您佩海，要是没猜错的话，您就是著名的心外科专家沈佩海老师吧？嗯，你知道我？何止知道啊！您当年的研究成果可是我们重点学习材料，您的大名也是如雷贯耳啊。小伙子功课学得不错，您是我偶像。哟，我这有点疼啊！哎，我是腰椎间盘突出啊，前几天呢疼得厉害，这是老毛病了，就吃了点止痛药。行，沈老师，这样我再帮您查一下腹部疼案。嗯，好，好。哎。您都知道屈膝，啊。
有点疼啊。沈老师，您再忍一下。哦，疼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好了。沈老师，这2个地方疼，我感觉和腰椎间盘突出的关系不大。以防万一，我建议做个 CT，您看怎么样？行，反正我们家老太太说了，你是医生，我得听你的。奶奶的检查结果出来了。我能看下报告了。哎呀，你凑什么热闹呀？你又不懂大脑的事儿。医生学的都是全科。姑娘，你说吧，我和他呀都是医务工作者，他是医生，我是护士，我们见得多了。是脑出血，伴有慢性硬膜下血肿。我们可以请家政嘛。这个事儿先不着急，你们可以再商量商量。姑娘，她的检查结果怎么样？我也想听听。沈老师的 CT 还没有出来，具体什么情况还不是很清楚。但很多腹部的疾病最早的表现就是腹痛、腰痛，所以沈老师以为是老毛病犯了，这很正常。一会儿我带着沈老师再去验个血。行，我听白医生的。白医生让查什么我就查什么，白医生不建议的，我就不做。你呀，不用拐弯抹角、含沙射影的。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这可是我的病，我的病，我做主。这姑娘，你不知道。
您现在这样的情况，我可能下不了手术台，对吗？我跟老头子和手术台打交道一辈子了，什么情况没见过呀？医学就这么回事儿，尽人事，知天命。所以您还是要坚持做手术。我们参加工作的第2年认识的，结婚后60多年了，都走过来了。年轻的时候，我给他递手术刀、递止血钳，老了我就给他递碗筷、递袜子。看起来呀，他是主心骨，其实他啥事儿都找我，没我不行啊。我懂，这事的决定权在我。我快90岁了，没什么可害怕的了。我可不想躺在床上，活一天算一天。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，多照顾我老头子几年。何况我自己还想玩，逛公园。奶奶，您真的很爱爷爷。什么爱不爱的，说到我还怪不好意思的。那爷爷那边，放心，回头我跟他说，他是医生，懂得尊重患者的意见。行，那我之后就安排您到 EICU。患者几天前出现轻微的腰痛、腹痛，他自己以为是腰椎老毛病，就吃了止痛药，没有其他不良症状。从 CT 上看啊，胰腺肿胀，有渗出物。化验结果出来了，白细胞、血淀粉酶、脂肪酶都偏高。那没错，急性胰腺炎啊。好像真的是哎，你要不要再去跟校园确认一下？还确认什么呀？我去找沈老师。他们转 EICU 去了。我知道。沈爷爷，你感觉怎么样？疼痛有所缓解吗？我好多了。幸亏您听了奶奶的话，发现的早。但您这年纪也大了，有并发症状，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。急性胰腺炎，发病凶险，死亡率高达60%。我知道，是你救了我。
肾上腺素也好过竞争。恐怕我没机会带你回燕乡了。我们家那小院烟巷，不知道。那这周围以前有没有地方叫烟巷啊？我在这儿租了快60年了，从来也没听说过。
要不然你到周围去问问。谢谢你啊。没关系。沈老师，这个是死亡证明，您拿它就可以去殡仪馆办理相关的。还是让孩子们都回来一趟吧。我打过电话了。您节哀啊。我见过太多那样的场景，可亲眼看着老伴在眼前走了，才知道是心里多么的难过。哎呀，出来的时候着急忙慌的，以前的东西都是他整理的，哎呀，我不知道他放哪儿了。您找什么？我帮您找。不是你，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老年卡。白雪公主的裙子真漂亮。嗯，爸爸看看。等明明病好了，爸爸也给明明买一件这么漂亮的公主裙。我不要裙子，爸爸好几年没穿过新衣服了，应该给爸爸买新衣服。爸爸不用。哎，医生。谁让您给他吃橘子的？您不知道血钾高不能吃橘子呀？我们那儿医生说了，少吃点没事儿。那您去你们那儿看呗。医生阿姨，你怎么了？明明乖。阿姨就是看见坏人压不住火。医生阿姨，你别生气，我爸爸不是坏人。我以后不吃橘子了。好，还有以后给你买别的水果吃。不用了，医生阿姨。爸爸说，不能麻烦别人。你怎么刚刚对明明爸爸那种态度啊？自私冷血，我眼对他够好。爸爸。医生阿姨为什么说你是坏人？爸爸就是坏人。爸爸救不了明明。爸爸不是坏人，爸爸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爸爸。
医生，我没事吧？支气管炎，帮你开了点药，这2天别吃辛辣的，多喝水。给你开了3天的药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去取药吧。肖医生，明明那儿有情况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呀，这别长，疼你就扛着了啊！医生阿姨马上就来了啊！怎么了？医生，快看看，刚才好好的，突然之间就全身疼，也不知道是哪儿疼。这里疼吗？可能还是钙磷代谢失调引发的。医生，要不给他打个镇痛剂吧？姑娘，还疼不？暂时缓解了。咱们出去一趟吧，有些话我得跟您单独说。还是在这儿说吧，明明离不开我。咱们还是出去说吧。灵芝，你在这儿看好她，有异常随时叫我。好，走吧。谢谢啊，明明，爸爸一会儿就回来啊。肖医生，啥事儿就这说吧。明明现在呢，是因为钙磷代谢失调导致的骨痛，镇痛剂只能暂时缓解，之后我们要对他进行抗骨质疏松治疗，可能。别犹豫了，有啥好药就给他上吧。明明现在的情况，之后需要定期来治疗，每一次治疗可能都要花费5、6千块钱，我要征询一下您的意见。花，多少钱我都花。您现在舍得花钱了，那您当初为什么不给明明去做配型？直系亲属之间配型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。您身为孩子父亲都不去做配型，您配当一个父亲吗？哎，别说。哎，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哥啊？你知道他这些年吃了多少苦吗？他为明明付出了多少？他付出多少，他吃了多少苦，我是不知道。现在可是孩子救命的时候，您身为一个父亲，连配型都不去做，你以为他不想去做配型吗？他行了，完了，他们这么说你，我替你委屈。没你事儿，就先进去啊。我不，我今天就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。他们这么冤枉你，我受不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不是我哥不想去做配型，他就是不敢，因为明明根本就不是他亲生的，是他捡来的孩子。烂！哇！你都为明明付出了那么多，他们还这样说你，他们说你不配做父亲。几年前的大年夜，我跟我嫂子探亲回来，在路边发现了明明。当时明明冻的呀，全身都青紫了，哭都哭不出来了。我跟我嫂子看着孩子可怜，就把他带回了家，想收养。他们一直都把明明当成亲生女儿看，从来没有想过要告诉孩子真相。行了，我服了。哥，你让我说完，不然我憋屈。几年前，我嫂子去世了，那时候明明也就5岁吧。当时小朋友就跟他说：“你爸早晚会给你娶个后妈的，然后就不要你了。”明明那么小，他懂什么呀？他一听说要变成孤儿了，爸爸不要他，他吓得呀，哭了好几天，然后就大病了一场。从那之后，我哥就决定这辈子都不会告诉明明他的身世。他也没有再婚。他不想去做配型，其实就是怕孩子知道事情的真相啊。明明父亲，是我误会您了，
对不起。别，我知道你们也是为了我姑娘好，我谢谢你。其实去做配型不查亲子关系的，就算是亲生父母，配型也不一定配得上。那我现在就做配型的。别去了，来不及了。医生阿姨，我爸爸呢？明明醒啦。今天爸爸跟姑姑都出去有事儿了，医生阿姨陪着你。医生阿姨，你真漂亮。我们明明也漂亮啊，长大了肯定是大美女。我知道，我长不大了。明明不能放弃希望，以后记得有什么疼的地方要说出来，医生阿姨才好帮你治啊。医生阿姨，我不疼，只要我不难受，就不用做透析，少做一次透析就能给爸爸省一点钱。我不想再拖累爸爸。明明可不能这样想，爸爸也说了，他离不开你的。医生阿姨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吧。好呀。但是你要听我保密，特别是不要告诉爸爸。好。拉钩。医生阿姨，其实我早就知道，我是我爸爸抢来的。肖医生，明明爸爸和姑姑的配型结果出来了，都没成功。概率太低了，不成功也很正常。也不知道明明还能不能等到合适的生源。咱们也再想想其他办法吧。有的时候真的不想再当医生了。我明白，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让人很难受。但是更多时候，患者需要咱们，所以咱们得坚强。走吧，去跟陆主任说说，他挺关心明明的病情的。今天几个专家呀，给于明明做了一个会诊，我相信结果大家都知道了。这孩子现在肾功能几乎完全丧失了，只能靠透析来维持生命。长期下去完全不是个办法，而且肯定会情况越来越严重。肖医生跟我提了个建议，希望征得我的同意。我想了想，把你们几个叫过来，
大家一起讨论一下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性，而且很难解决的问题。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啊，那小医生，你和大伙说一下。我呢想把于明明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他，也就是直接地跟他说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可以治他了。明明虽然只有8岁，但是孩子也有知情权。死亡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，而且这些天接触下来，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，我相信他可以承受的。我反对。你说，他再懂事，也只是个8岁的孩子。大家说的，我在门口都听见了，都有道理。我知道都是为了孩子好啊。肖医生，首先我感谢你，谢谢你这段日子对我们家孩子的关照。你说的对，这明明啊，是一个坚强、勇敢的孩子，做透析这么难受，你看他从来都不怕啊。这些年啊，
如果能及时做透析，孩子的命是不是就能救回来了？明明，我们告诉你真相，是因为知道你懂事。我们不想瞒着你，也是希望你可以勇敢面对。那我就是要死了。明明，我不怕死，这样就不疼了。可是我怕没有爸爸。明明，爸爸，你能答应我2个要求吗？明明说，多少要求，爸爸都答应你。我想有一身雪白的裙子，还有一双红皮鞋，里面再穿上白袜子，就好像童话里的公主。爸爸不好，爸爸都没给明明买过漂亮的新衣服。爸爸答应你，让你穿上漂亮的新衣服，成为全世界最漂亮的公主，好不好？谢谢爸爸。我知道自己生病已经花了很多的钱，不应该再乱花钱。可是，等我穿上漂亮的新衣服，我想拍一张照片，这样以后我不在了，爸爸你想我，就看看照片。爸爸答应你，都答应啊。还有一个，等我不在了，爸爸就没有拖累了，就可以再找一个新妈妈，再生一个孩子。
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跟踪你啊！这不会是之前我打翻的那个吧？你尝一尝就知道当时是多么的暴殄天物了。你这人真记仇。谢谢你啊。在于明明的事上，你是对的。虽然他只是个孩子，但他也是一个独立的生命。他有权利知道自己即将要面对的和发生的一切。所以你仍然认为，坚持科学是最重要的吗？在人类所有可能的疾病当中，目前我们所了解的，最多不超过20%。在这20%里，现代医学可以治愈的，有不到1/4，而在剩下的3/4里，又只有不到一半，医学是有一定能力去尝试、去争取的。再加上一点小运气，也许才会出现奇迹吧。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做一名医生呢？因为我相信医学的理性和科学。在医学当中，所有的情感都是没有意义的。医学奇迹它不是产生于热情或是感性，它一定是产生于你面对未知时的理性和冷静。所以你关注的是疾病本身，你关注的不是患者。因为在面对疾病的时候，大多数时候，我们都注定会失败，对吧？失败的是患者，是医生，但一定不是医学。我跟你想的不一样。白医生，我知道，你希望患者可以得到完美的治疗。就比如说于明明这件事情上，你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告诉他病情的真相。从医学的角度来说，这是没错。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要做一名医生吗？为什么？我记得是上中学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篇新闻报道。当时有这样一幅照片，一个男人站在医院的天台上失声痛哭。新闻的标题是：一个急诊科医生刚刚失去他18岁的患者。在面对疾病的时候，医生可以竭尽全力，但我们无力抵抗死亡。所以就在那一瞬间，我想要成为一名医生。所以你是因为这个故事才被触动的吗？是。我常常在想，医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？是什么样的职业可以让这样一个坚强的人，在一次次面对命运的这种无力感以后，还能重新回到手术台前？后来，我去了国外，做无国界救援。有一次送来一个小女孩，子弹像刀子一样在她腹部划了一个大口子，她肠子都已经流出来了。我们对她进行了全力的抢救。我们给他输血，大量的输液，唯一的一根静脉导管我们也放进去了。我们用上了全部的我们可怜的医疗资源。手术的第2天，小女孩还能跟我们打招呼，高兴地跟我们说话。再后来，她甚至可以吃香蕉、吃苹果。但是，我们眼看着她的肚子一天一天地胀了起来，人却一天天的消瘦了下去。他反复的发生肠漏，但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我们没有氨基酸，我们没有白蛋白，甚至我们连普通的静脉营养都做不到。后来，小女孩送来的第8天，
他走了。我还记得，他送来的时候裹在红色的毯子里，苍白的小脸，露着怯怯的笑容。那个小女孩，她叫巴斯敏娜。她跟于明明一样，她才8岁。在巴斯敏娜走了以后，我生了一场重病。醒来那天，我坐在山坡上，我看着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，我那一瞬间突然意识到，那张照片触动我的到底是什么？什么？当一个医生面对的不是疾病，而是患者，我们的使命就是陪伴他们。我们应该要陪着他们战胜疾病，战胜死亡。就算不能，我们也应该陪在他们身边，一起去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。所以我认为，医学归根结底就是人学。当一个医生面对的不是疾病，而是患者，我们的使命就是陪伴他们。我们应该要陪着他们战胜疾病，战胜死亡。就算不能，我们也应该陪在他们身边，一起去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。患者什么情况？患者41岁，突发性呼吸困难，体温37.1，血压上压185，下压82，心率120，呼吸34，血氧浓度在不吸氧的状态下是66%。既往医师知道吗？120的医生说，他之前有病史，是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，走路的时候有气急。准备插管吧。任何的急诊抢救处理呢，都要保证循环和呼吸系统的有效工作。不管任何病呢，最终导致死亡的都是循环和呼吸系统的衰竭，所以要第一时间打开呼吸道，拉住血压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薛老师，徐老师说让我请您去下抢救室。怎么了？有一个呼吸困难的患者，但我们始终找不到病因。哇，今天什么日子呀？你们白医生呢？什么情况1小时前接诊的患者，41岁，呼吸衰竭，120送来的时候已经昏迷，经过抢救之后，血氧饱和度一直上不去，呼吸也没有好转。病史呢？患者有慢性支气管炎、肺气肿，平常肺功能就不太好，走路有气急，
这是新拍的胸片，两肺气肿，肺本里增加，此外无异常。我听过了，两侧呼吸音都是对称的，怪就怪在这里，呼吸机上应用的潮气量和吸氧浓度已经很大了，气道阻力也不高，但是动脉血氧分压还是很低。按照常理来说，通气量足够，若低氧血症不能改善，那就说明是肺血管有问题，或者是肺组织本身有问题。但是患者既没有血管阻塞的现象，胸片也看不到任何实变或者压缩的情况。我想来想去，想不出哪里出了问题。局限性气胸。可能是在背部。背部局限性气胸，所以普通胸片发现不了，那一切都说通了。小眼厉害。刚才我也说了，你听不见啊。你又没说在背部。神经病。等一下帮患者安排一个胸部 CT， 确诊以后插一根胸管。好嘞。就该给他点教训，让他知道一山更比一山高，要不他还真当自己是华佗在世了。四川那个刀伤患者刀口愈合怎么样了？愈合的不错，明天就能拆线了。拆线也不能放松，避免感染。我会留意的。医生！患者情况：患者80岁，3不时突发昏迷，初步判断是脑干梗塞。立刻送 EICU。哎，干嘛呀？公共场合你要和我自己泡行不行？你少打岔，什么意思？给我挖坑是吧？挖什么坑？你让我去看患者情况，然后又让陈志去找萧燕，你故意的吧你？这事啊，我说什么事儿呢？大家都是同事嘛，广泛听取意见，这也没什么。1比1多无聊啊！比赛嘛，总得有个争先恐后。现在不才2比1吗？加油！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患者呢是动脉硬化造成的脑干梗塞，幸亏送来的及时，病情没有进一步恶化。那他什么时候能醒呀？这个不好说，要看后续的治疗了。您放心，我们已经请了专家进行会诊。您是患者家属吗？我是他的同事，我们一起教过书。那可能需要您帮着联系一下患者的家属，因为后续的治疗需要家属的签字。老张，他只有一个孙子，他叫张大海。我可以联系一下的，但是我不能保证他能来。他的孙子不在本地吗？不过他爷爷都病成这样了，怎么着也应该来看一眼吧。再说了，没有患者家属的签字，后续治疗我们很难进行。我已经通知过他了，他说要来的，可能有什么事儿给耽误了。再重要的事儿也没有老人的命重要呀。您再给他打一个，我跟他说。好。医生，他叫张大海。又打电话干什么呀？请问是张桂荣的家属张大海吗？你是谁呀？这里是铜山医院急诊科，张桂荣现在在我们 EICU 进行救治，因为后续的病情很有可能恶化，我们需要跟你商量一下治疗方案，请你尽快来一趟医院。又想要钱吧？我再说一遍，请您尽快来医院。好，你们先治治，我马上就来。什么人啊这是？不好意思，他脾气是有点急。哎，你们2位是不是给我爷爷看病的医生啊？您好，您是哪位患者的家属？经过我同意了吗？就把老头送到那个什么 ECU 啊？经过我同意了吗？那我明白了，您是张桂荣的孙子呗？你骂谁孙子呢？你说话客气点，我告诉你啊。本来就是张桂荣的孙子。咱们进来说吧。我是患者的主治医生，您有什么不了解的可以问我。赶紧把老头从那个什么 CEO 弄出来，把钱退给我。患者现在的情况不是很好，
要持续在 EICU 观察还有治疗。你别跟我来这套，你又不知道，你们那个什么 CEO 收费这么贵，分明就是骗钱。你这人会不会说话？我不会说话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就来要钱的，要不然我去告你。肖医生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大家伙都在啊！这个医院你别乱说话。别问我啊！这保安把保安全都叫来。不要乱。这个医院乱收费啊！这位患者家属，我是主治医生，您有什么不了解的可以问我。可以，把钱退给我，要不然我不走。患者现在是脑干梗塞，他随时有生命危险，我们现在不能让他出院。把钱退给我就行了，可以不出院。你怎么不讲道理呢？你再让我包酒啊！你报吧，你报我也不操！没事没事，这个是病人家属是吧？是。没事，有什么事儿我跟你聊啊。对，忙你不去，这我来处理。哎，不能走，不把话说清楚，不把钱退了，谁也不能走，不好使。哎，您是？哦，我是精神科的主任。好，您说话算话吗？当然。我来呢就是来退钱的。这两位，二话没说，把我爷爷送进那个什么。这剧情还算曲折，还是人表演的，越显复杂。别幸灾乐祸了，赶紧想办法。哎，别碰我，别碰我！我告诉你，我有心脏病，你碰我，我立马躺这儿，信不信？后半辈子你俩养我。你别在这儿耍无赖啊！谁耍无赖？你们医院耍无赖，骗了钱还赶人！别吵，别吵，别吵。咱们得换个地儿说话。借过一下，咱们好好聊。咱有理，走遍天下，在这儿可以说得清，是不是，主任？来，我跟你说，你是谁啊？医生啊，看不出来。白叔，这个事情我来处理。我来。患者家属啊，这个是张桂荣住进 EICU 之后的账单，看一下。不看，把钱退我就可以，明白吗？我建议你还是看一下。19000啊，退了吧，我要现金啊！你看清楚了，这前面有个负号。什么意思啊？欠费的意思啊。张桂荣之前交的钱已经花完了，现在欠了医院19000。既然你是家属，把这个费用补一下。我交钱？看病交钱，天经地义啊。林子，带这个家属去补一下费用。患者家属，你跟我来吧。哦，对了，你要是没带那么多现金，我们这儿可以刷卡。我不交，我凭什么交钱啊？你说19000就19000，我交什么钱？您是张桂荣的唯一家属，您不交钱谁交啊？哎，交哪儿交？这边请。别碰我啊！让一下路。让一下。哎，他怎么跑回这来了？肖医生，你是不是该跟我说声谢谢了？谢了，白医生。文章，你醒了？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听得见。叫什么名字呀？陆桂荣。咱们这是在哪儿啊？我是您的主治医生，我叫肖燕。这个是我的同事，叫唐画。哎，我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小莲，你看，又让你分心了。你没事就好。哦。大孩子。既然您醒了，咱们就来商量一下您后续的治疗方案吧。好啊。好。张桂荣的身体状况不太稳定，你们要多留意啊。嗯，好。张桂荣也太可怜了，怎么摊上那么个孙子呀？怎么说话呢你？他本来就是张桂荣孙子啊。张桂荣以前是个老师，现在看着人也挺体面的，怎么会有张大海那样的孙子？是啊，临走之前都不进门看他爷爷一眼，这样的孙子真是够不孝的。肖医生肯定又要批评我，说我随意讨论患者的家事。你知道就好。反正如果我有这样的孙子，我肯定把他打包寄火星去。啊，不中啊。小莲，我这儿还有
要多少钱？医生说你刚醒过来，身体虚，不让你多说话。没事的，5万有吧？小莲，你不能再给大海钱了，你给他那就是害他。他到医院来闹来，肯定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。他能有什么难事儿？还不是赌钱赌输了。这小子混的太混了。可是不管怎么着，他也是我的孙子呀。他身边没别的亲人了。你说我不管他，谁管他呀？哎呀，可我现在成这样了，他也管不了多长时间了。小莲，你就随我的意吧，啊。你这次住院花了3万多，剩下也就差不多4万。那我看这样，2万呢给大海留着，那2万你就拿着吧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看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没过上一天好日子，净受苦受累了。老张啊，我不后悔。这个钱呢，我不能要，你还得看病。看什么病？我自己的身子不是我知道，看不好了。这次把这医疗费交了，就不看了。你得看病呀，你走了我怎么办呀？小莲，真想多陪你几年，可是不行啊，我对不住你，你对我的好，我记着，下辈子我一定还，一定还。老张，哎。好了，你就把大海叫来，就这么定了。不然我到那边，我没办法跟他爸妈交代。护长，你看，好狗不挡道啊！有事吗？你有什么事儿？我来看我爷爷，能有什么事儿？你别闹事儿啊！这里是医院。真当我傻是吧？什么玩意儿？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他正常家属探望，我们也是拦不住的。赶紧把手里的活干完，过去看看。啊，大海来了。孙儿啊，我看你脸色不好看啊。哎呀，别提了，一提我就来气。昨儿晚上巴萨对皇马，哎，人家庄家让了巴萨半个球。这巴萨，我想着有这梅西坐镇嘛，最不济也得踢个平局吧。太不争气了，输了个0-3，哎呀，把我钱全坑进去了。这气得我一宿都没睡好，脖子都落枕了都。大海啊，听爷爷一句话，别赌了。按老话来讲啊，10赌9输。
那就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。老头，你别咒我啊！我本儿翻不回来，没钱给你买骨灰盒。我跟你说，大海，可别这么跟我说话，行吗？大海，你爷爷都是为你好。我跟我爷爷说话，你跟外人插什么嘴？你别管了你，你这自己病病殃殃的，你还管我？你赶紧给我钱。好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给他拿啊！你快点，我爷爷都说话了，你给他吧。我想交 EICO 的费用。患者叫什么名字？张桂荣，弓长张，富贵的贵，光荣的荣。账上还有8000块。那我再交2万。这个是他的。我说老头，你把钱给我，都给你了，是不是？你这就干什么呢？那个男人抢他2万块钱。那赶紧报警！别报警，别报警！阿姨，你没事吧？您喝点水。谢谢。阿姨，
您真不报警啊？我看张桂荣挺明事理的，怎么张大海那么无耻呀？这都是命啊。老张年轻的时候啊，一门心思想要去当兵，结果鬼使神差的他没有当上，他就硬逼着自己的儿子去当了兵，就是大海的爸爸。抗洪救灾的时候牺牲了，连人也没找到。大海的妈妈大病了一场，跟着找他的爸爸去。那个时候，大海才2岁，这么小，就没了爸没了妈。张大海的身世倒是挺可怜的。老张老觉得亏欠他，是他害了他的爸爸妈妈，所以从小对他是百依百顺的。你看呀，这是越宠越不成器。我看你也没那么迫切想为心坏了啊。你哪只眼睛看出来了？2只眼睛都看出来了。哎，你是跟人较劲比赛上瘾了，还是另有所图啊？听我一句劝啊，去旁边的眼科给自己挂一号。我还不知道你现在就是跟萧燕比赛较劲上瘾了，等彻底把人打趴下了，围观群众纷纷鼓掌叫好，你再昂首挺胸回心外。干活去了，哎。大海，我还不来呀？他感冒了，怕传染，没让他来。小莲，那事儿。好的，护士长，情况不错，他可能准备护士长转出了。张桂荣身体衰竭的太快了，刚才我去给他量体温，他想跟我说谢谢，嘴张了半天都没说出来。毕竟岁数在那儿呢，身体器官都已经衰竭了，估计就这2天的事情了。哎，那个张大海好些天没来了吧？像他这样的人就应该遭报应。早上血糖就开始不稳了，我给他打了胰岛素降糖，降到14又升上去了，现在是27.5。下午开始，他的血压、心率持续性下降，血压太低了要补液，多巴胺联合去甲肾上腺素升压。好，看着不像心梗。瞳孔等大等圆也没有固定，应该可以排除脑疝或脑水肿。血氧饱和度下降，考虑肺栓塞，急查第2具体肺动脉 CTA。好，护士长，还是通知一下病人的家属。好。
小李，找一下张桂荣的用药记录。好的。要不，就别再折腾他了，让他好好的走了吧。这样吧，我们先对患者进行药物溶栓，之后的事情等张大海来了